今年的大蒜又到了该收获的时候了。我菜园里边有2个菜床，这边种了我最喜欢的格鲁吉亚火，旁边的一个是音乐大蒜。我的大菜园里边呢，还种了好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品种，比如说德国红、西班牙罗哈之类的，还种了点Costco 买的那种没有蒜苔的蒜种。本来我是计划着上礼拜就该采收了，现在这些杆子都已经枯黄软掉了。如果再不采收到下周的话，这些杆子可能就看不见了。上周末的时候啊，是加了2天的班儿，结果把菜园里边好多活也都耽误了。看看刚挖出来的格鲁吉亚火，我最喜欢的品种，个头有多大？旁边的这一头也是，这还有一个相对小一点的。我再接着挖，看看这头怎么样。哇，个头也是相当的不错呀，特别大的大个，看看在我手里边的比例。今年的这些蒜啊，比去年的时候种的要好，长得个头也大。哎，继续，这一头呢应该是感觉小一点，因为上边的杆子就小。即使是个小，这个头也可以了。再来一头个大的看看。这格鲁吉亚火呀，真是各方面的表现都不错。当时种的时候长得是特别快，特别均匀。抽蒜苔的时候也是一股脑的，所有的蒜苔都抽出来了。采收也容易啊，一起把整个的所有蒜苔都收起来了。收完蒜苔之后，基本上过个4周，这些大蒜头就可以收获了。收获的大蒜头个头也是相当大，相当的饱满。这些好的蒜种啊，种出来的大蒜确实是不一样，明显和超市的品种是不一样的，有区别。只是它的价钱呀太贵了，所以我当时采用的策略就是，我先去买一些，花大价钱买一些这样好的蒜种，然后我自己种。种了之后就可以用自己留下来的蒜继续当蒜种了。这一批蒜就是我去年大概这个时候采收的，收完之后在阴凉的地方给它晾干，之后就是放到车库里边保存，还有一些就是放在屋里边室温条件下，等到秋天还有入冬前的时候把它种下来，一直到现在就可以又有一批新的收获了。这批新的收获的蒜种我还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继续给它保留下来，然后入冬的时候再接着种，这样就有源源不断的自己留蒜种种出来的好品种的大蒜了。哎，把它稍微的收一收，看看这么多。这种菜床里边种的大蒜呢，收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，管理也容易，因为上边铺了稻草之后长的草也少。我种在大地里边呢，那些大蒜可不好弄了，现在长的草太多了，一会儿挖的时候还得仔细的找一找。如果是上个礼拜的时候早一点挖呢，那还好一些，因为这些大蒜的杆子它还露在上边，现在都被草给埋起来了。所以说做农民啊还是辛苦，你得在这些东西成熟的时候及时采收，如果采收不及时的，那最后也会影响收成。这点就是我这4×8的小菜床收获的全部的格鲁吉亚火大蒜了。这么小小的空间能收这么多的大蒜，看看，所以种大蒜呢，虽然是时间长点，但是最后收获之后呢，还是挺开心的。你看我这菜床其实也不耽误，它旁边爬网的地方还种了豆角，这些豆角呢，过一阵子也能爬起来有收获了。剩下的这地儿呢，我再想想再种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吧，这些土地都能利用上。接着就到这排音乐大蒜了。这音乐大蒜当时出苗的时候，比刚才格鲁吉亚火稍微晚一点，所以现在可以看到这些杆子还都没有完全的干掉。这个状态其实挖要比刚才的那种状态要好一些。刚才那个如果这周再没时间再加班的话，那到下周可能真的就看不见，就不好挖了。来瞧瞧这音乐大蒜长得怎么样。音乐大蒜它是那种蒜瓣特别少的那种品种，但是个头应该也是不小的我看了一下，今年这音乐大蒜长得不是特别好，跟刚才格鲁吉亚火比起来还是差了不少，可能还是种的稍微的有点晚，看着挖出来比预想的还是要小一些，跟刚才格鲁吉亚火是没法比的，不过也还凑合吧。这种大蒜的好处呢，就是到时候剥蒜的时候好剥，因为蒜瓣就是那么4、5瓣、5、6瓣的样子。这个我想着，要不然我再让它长1周的时间吧。
下周的时候再过来挖。反正菜园里边好多的大蒜呢，这次都得给它挖出来，先挖那些去。来对比一下音乐大蒜，还有这次收获的格鲁吉亚火。这是找的刚才音乐大蒜里相对大一点的2头，看看随便拿1头格鲁吉亚火过来，这大小还是有差距的。看看这格鲁吉亚火，随便拿一个就比那个要个大。其实按理说音乐大蒜应该长得个头也不小才对。这次的格鲁吉亚火应该算是种的相当的成功了，其实比当初买的蒜种的个头还要大。去大菜园里边了，找一找看。其实这东西种多了吧，就怕是没有时间，尤其是快要到收获的时候，如果1、2周没时间，好多时候错过了最佳的收获期。一是不好收获了，第二就是它的品质也就不太好了。其实大蒜还算好一点，大蒜就是不好收获。看这草长得呀，密密麻麻的，这得翻开草丛找大蒜了。看这些，这就是大蒜嘛。如果是上周的时候，这些杆子还相对来说比较硬一些，不至于都埋到草里边去了。挖一颗看看啊，来使劲儿，哎呀！哇，看这大蒜头长得也是不错的。我是从这边一直往前种了1排的大蒜，来看看远处草更多。其实近的地方呢，当时是用的比较好的蒜种。种蒜的时候嘛，都是先挑蒜瓣大的种在前边，所以理论上是应该越往后那些蒜头长出来的越小。到最后还有一批是 Costco 买的那种不长蒜苔的蒜。到时候也看看 Costco 那个长得怎么样。这还真是有点不好找了呀，草长得太高了。其实种大蒜一个不好弄的地方就是太容易长草了，这些草抑制不住啊。因为大蒜最后也不会长太多叶子，所以中途呢，尤其是在早春的时候，得给它做一次除草。当然也可以结合着施肥，这样能省一次的功夫。之后呢，天气再变暖和一点，还得除一次草。否则的话，这些草呢就又长起来了。我感觉即使是这样仔细的找，也有可能有一些会落下。不过无所谓吧，种了这么远，然后一共有3排，这蒜已经是足够多了。其实我们是每天过来都会挖几头蒜回去吃，但是因为种的太多了嘛，所以消耗的量还是太小了。回去泡一点糖蒜呀，做一点腊八蒜什么的，可能能消耗一部分。这蒜的好处就是容易保存，保存好的话，一直可以放到第2年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不过怎么说呢，还是新蒜，这个时候蒜最好吃了。放时间越长，这些蒜越不好吃。到最后一长芽呢，你如果做菜调味用还行，但是你如果想让它把它打碎呀，比如我们吃饺的时候蘸汁儿，或者是专门调味用的这种，还是味道差一些。这边因为是混种的品种，所以有时候也不太记得清到底是哪些品种了。不过这几头看起来和格鲁吉亚火挺像的，看着个头相当大，相当不错。开始挖第2排了。今年这些蒜呢，即使是在这种大菜园土质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，蒜区也是挺少的。后来我掌握了处理蒜区的办法之后呢，基本上这2年都是挺成功的。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看看我以前做过的视频，关于防治蒜区呀，怎么样种大蒜呀，那些视频介绍的还是挺详细的。今年其实整体上来说呢，施肥大概是少了一遍，就是春天3月份的时候，刚刚天气暖和，施了一次氮肥含量比较低、磷钾比较高的这种肥料，后来就再没追肥了。当然去年种的时候是加了底肥了的。其实如果追2遍肥，或者是追一遍平衡肥，再追一遍草木灰，效果会更好一些。当然为了省时间，那就是1遍基肥，1遍追肥就足够了。然后如果你种植的面积比较小，防草呢可以选用麦秆，把它铺的稍微的厚一点，就没这么多草了，除草的工作量也就省了。但是像我种的这么一长条，铺草的话实在是太浪费了。估计2捆草可能也得20多块钱吧，有可能2捆要是铺厚的话都不太够。我种大蒜呢，基本上是没用过地膜，铺地膜
总感觉有点别扭。可能这个大蒜还是太小了，种的间距也是比较密，体现不出来铺膜的好处，不像那些番茄呀，还有瓜类，每一颗间距都挺远的，所以铺膜呢也看起来比较有效果。不知道有没有铺地膜种大蒜的朋友？一个一个抠小洞，应该也是可以的，只是我没试过。像我这儿，比如这次挖大蒜有一些遗漏的，等到明年的时候，这块地它就会长出好多的这种蒜来。而且那些蒜呢，它长出来的时机和我们正常种植它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，所以经常都会给我们一些惊喜。比如说可以随时去摘一些蒜苗啊。这边这些蒜收获之后，这块地呢还是没想好种点什么，不行的话还是种一点豌豆吧，吃豌豆苗、豌豆尖来用。这大热天又是机器先比我人受不了了，又过热关机了。不知道有什么设备在夏天特别热的时候能够不过热关机。看我这些收获的大蒜，再往前走，这儿还有一堆，这些都是个头比较大的。再看看后边，这儿还有一堆，这一堆的个头也是相当大。再后边呢就要小一些了，看这一些。这点是其他品种的，个头就相对小了。前边我小铁锹的地方是我现在弄到的地方，前面还有一小堆儿，个头就更小一些了。接着挖，希望别再给我过热关机了。这边应该是有一些蒜，我们当时抽蒜苔的时候没有好好抽，所以下边这段硬杆还是挺多的。这种蒜苔如果不抽的话，也是会影响大蒜头的生长的。夏天就是这些草长得实在太快，处理完这大蒜呢，得赶紧把这些草给处理掉，看看这块地种点什么，不然的话迅速这些草又都长高了，就很难处理了。这边后来挖的这部分有一些个头还凑合，有一些就比较小一点了，像这种就个头比较小了。继续往后挖，越往后这些草呢长得是越深呀。哇，后边这我就暂时先不挖了。后边这一片呢是去年种的比较晚的，而且种的是比较密植，用来吃蒜苗的。后来蒜苗也太多了，根本吃不了。现在刚刚是抽出蒜苔，我回头把这些蒜苔给它抽了。抽过蒜苔之后呢，过几天再把蒜给挖出来吧。哎呀，这草啊真是长得太多太密了，真受不了啊！看看这蒜苔长得还是不错的。没想到用来吃青蒜苗的，最后也都是长出蒜苔来了。这得收了，不收的话都该老了。哎呀，后边这草啊，长得是太快，太愁人了。看我这一片的地，都是用割草机，包括开的割草机，还有手持的割草机，都割过好几遍了。然后远处看看葡萄的那一边，都是种的挺干净的，那都是手动拿小锄头一点一点把草给除掉的。本来当时想给它铺一些防草布的，后来也是还没有功夫弄。每次看到那些干干净净、整整洁洁的菜园，那都是花了很大功夫的，都是用时间堆出来的呀。有时候一忙没有时间，哪怕就是2个礼拜，比如一加班的话，那这菜园的草一下就长出来了。再对比一下另外一边，这边是只用割草机扫过一次，没有好好的用锄头把草给除出来。这草只是矮了，但是大概1周吧，就又会长出来了。尤其是要是下过一场雨，那一下草就长高了。我刚才突然发现呢，这边的一些蒜，这蒜苔应该是长得比较早，没管它，这蒜苔上边又长出小的蒜种来了。这种是结的蒜种，这儿还有一个，看这是抽出来的蒜苔，然后下边呢就是大蒜，远处这儿还有一个。这都是长了很久的了。这个小蒜，回头我给它剥开看看。哦，不用回头剥开了，这儿已经能看见了，感觉已经是开花了。这真的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的蒜瓣呀。后边剩的这些蒜大概还有1/3左右，有一部分蒜苔抽出来还能吃，有一部分呢蒜苔已经是老了，只能是不要了。到时候把大蒜都挖出来，这片地就重新整理出来了，可以。先把这些收下来的蒜给它抱到地头去，一会儿把小推车推过来，拉回去。
又来一些。这些个头比较大的，我觉得还是单独给它放一下。最后一点了，好，拿走。从去年开始，我就想重点种一些果树的。这一排种的都是枣树，然后前面是葡萄。但是后来想着，这枣树中间还有两边的地方，如果不种点什么别的东西呢，也是浪费着。结果就种了大蒜呀，种了羽衣甘蓝，种了草莓，种了松花菜、圆白菜、豌豆，各种各样的东西，还是挺多的。早春的时候还有白菜、莴笋、油麦菜之类的。看现在这还剩下好多的莴笋，也没吃了，现在都长老了，开花了。前面油麦菜也是剩了好多，根本就吃不完。这边还有一些菜都已经结种子了，也没管它。其实种这些菜呢，确实是利用了土地，尤其是像大蒜，还有这些草莓。草莓春天的时候收获了不少，像刚刚的大蒜也是满满的收获。不过一个缺点呢，就是这些枣树，因为两边种了太多的东西嘛，所以枣树的管理也不到位。这些枣树呢，浇水施肥啊都不太足够，看看好多都干边了，叶子长得也不够旺。我回头把这些东西都给它收干净之后呢，把枣树两边的地再给它翻一翻，然后我施点肥。这枣树呢，虽然是开了一些花，但是如果给它的水肥不够的话，这些花呢最后也都会落掉，结不了多少果子。看现在枣树这些叶子干的，还是有点太旱了，浇水不够。这点就是刚刚从大菜园里搬过来的大蒜了，看这么多。刚刚那边还有格鲁吉亚火、音乐大蒜，那些长得更好的也需要拿过来。把小车给拉过来。这是拿上了格鲁吉亚火，还有音乐大蒜。哎呦，大菜园里边的其他的蒜的品种，还是稍微给它分开的摆放。其实这大蒜的个头主要还是取决于蒜种啊。看合适的品种，确实不管是大菜园还有我的菜床，个头都是大。当然，营养也是不可缺少的。还有就是种植的时间一定要够。这一车的大蒜，这就收好了。地里边还剩了不少，估计还能再收这么多的一半吧。走了，拉回去了。这大蒜我先放在凉棚里边晾上1-2天，然后看看如果有时间的话，给它们编成辫子挂起来。